早上7點半，我們把昨天那只保溫杯從包包側袋裡抽出來，杯身摸起來涼涼的，外表看起來乾乾淨淨，好像沒什麼問題。可是手指一轉開杯蓋，那股味道就先跑出來了，不是酸味，也不是餿味，是一種悶了一整天，又甜又膩，尾巴還帶着一點鐵味的氣息，像是有人在裡面辦了一場派對，散場之後沒有人收桌子。我們把鼻子湊近一點，馬上又把頭別開，低頭往杯底看，那裡有一圈薄薄的，用手指抹過去滑滑的東西。最奇怪的是，昨天晚上我們明明洗過，熱水沖了3遍，還倒扣在琉璃台上瀝了一整夜。那為什麼今天早上它還是這個味道？這一集我們就要把這股味道拆開來看，因為那不是你家的杯子特別髒，而是一堂沒有人教過我們的化學課，正在那個不鏽鋼杯子裡默默地上。這堂課的結論只有一句話：不是所有東西都能倒進保溫杯。有3種飲料，你洗得再認真都等於白洗，因為問題不在你洗得夠不夠乾淨，而在它們進去之後，杯子裡發生了什麼事。其中第一種，幾乎每個人天天都在裝。說到這個，前陣子在公園散步的時候，隔壁棟的一位大姊拿着他的保溫杯，一邊走一邊嘀咕：這杯子我洗到手都酸了，怎麼還是有一股怪味？我們問他平常都裝什麼，他說很簡單啊，早上熱豆漿，下午泡茶，周末孫子來就裝果汁給他喝。3種全中。要看懂這3杯的故事，我們得先花2分鐘認識杯子本身。保溫杯為什麼能保溫？它其實是2層不鏽鋼疊在一起，中間那層空隙被抽成真空，熱要跑掉，本來有3條路：傳導、對流、輻射。真空一抽，傳導和對流這2條路直接被斷掉，只剩下輻射慢慢滲，所以一杯熱水放5、6個小時還是燙嘴，這是很了不起的設計。可是請記住這句話，等一下整堂課都會用到。保溫杯不會分辨杯子裡的是熱水還是熱牛奶，它只負責把溫度守住。再來看材質，保溫杯的內膽絕大多數是不鏽鋼，翻過杯底你會看到2個常見的號碼，一個是304，一個是316。304是什麼？它的正式身分叫做18-8不鏽鋼，意思是裡頭大約含 18% 的鉻，8% 的鎳，含錳量壓在 2% 以下，這是台灣餐具最常用的等級。316又多加了一樣東西，叫做鉬，加了鉬之後，耐腐蝕的本事再往上跳一級，所以很多外科手術器材用的就是它。還有一個號碼要記一下，叫410，它的鉻含量只有12.3個百分點，抗腐蝕比304差了一截，通常出現在刀具或杯子的外殼上。有些便宜的杯子內膽也會偷偷用它。那不鏽鋼為什麼不會生鏽？這是整堂課最漂亮的一段。鉻這個元素一碰到空氣裡的氧，會在鋼材表面長出一層極薄的氧化鉻，這層膜薄到肉眼完全看不見，卻能把底下的鐵和鎳整片包起來，讓水、讓酸、讓氧氣都摸不到裡面。我們給它取個名字，就叫它隱形雨衣。等一下3杯飲料的故事全部圍着這件雨衣打轉。隱形雨衣有2個脾氣，第一，它會自己修補，被輕輕刮一下，傷口旁邊的鉻馬上補上去。第二，它怕2件事，怕強酸長時間泡着，更怕被刮到見底。所以食藥署的說法其實很清楚，不鏽鋼屬於耐熱又耐酸蝕的材質，正常使用情形下，不會因為冷熱溫度或酸鹼值就溶出有害物質，風險遠低於其他材質。但是同一段提醒的下半句一樣重要，器皿一旦生鏽或缺損，就不要再用了。選購的時候也要確認產品符合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好，雨衣穿好了，現在我們把3杯飲料一杯一杯倒進去。第一杯鮮奶，台灣人的早上實在太可愛，早餐店1杯熱奶茶，超商1瓶鮮奶，家裡自己泡的麥片牛奶，倒進保溫杯，蓋子一旋，出門。中午想到再喝，拖到下午3點才喝完的也大有人在。問題就在中間那段時間，從早上8點到中午12點是4個小時。食品安全裡有一個名詞叫做危險溫度帶，指的是攝氏7度到60度之間。食藥署給的原則是，食品調制後
不要在室溫下放超過2小時。夏天室溫超過32度的時候，不要超過1小時。我們給這個溫度帶取個綽號，叫溫泉區。細菌泡在裡面，舒服得不得了。有多舒服？在養分和水分都足夠的條件下，某些細菌在溫泉區裡每20分鐘就分裂一次。我們來算一筆賬，20分鐘變2倍，1個小時就是3袋，8倍，2個小時6袋，64倍，4個小時12袋，4096倍。早上8點裝的那杯奶，中午12點打開來喝，賬面上就是4000倍。要是放到晚上8點，12個小時36袋，那個數字已經要用兆來算了。當然，現實裡細菌不會這樣一路乘上去，養分會用完，代謝廢物會累積，菌群之間也會互相打架。但這筆賬告訴我們一件事，在杯子裡，時間不是用加的，是用乘的。然後保溫杯做了一件非常體貼的事，它幫細菌把溫度穩穩維持在最舒服的區間，還蓋上蓋子擋掉空氣流動。我們平常說保溫杯保溫，其實它保的是恆溫，恆溫對我們是方便，對細菌是5星級。德國萊茵的實驗室做過一組測試，把豆漿倒進保溫杯，半個小時之後，細菌量大約增加了30倍。牛奶的版本，半小時大約10倍，半小時。那是我們從家裡走到公車站，再坐個2-3站的時間。這裡要補一個很多人搞混的觀念，冰箱裡那瓶鮮乳並不是無菌的。市售乳品的差別，主要就差在殺菌方式。保久乳走的是超高溫瞬間殺菌，把菌幾乎全數處理掉，所以常溫放得久。鮮乳通常用比較溫和的巴氏殺菌，保留風味和口感，但代價就是裡面本來就還有少量微生物存活着，只能靠冷藏把它們壓住。冷藏是什麼？冷藏就是把牛奶關在溫泉區外面，你把它倒進保溫杯的那一刻，等於親手幫這些原本被凍住的住戶開了一間恆溫套房。如果裝的是奶茶，那更是加碼。奶茶等於蛋白質加糖，2種養分一次到位。早餐店那杯熱奶茶好喝，但它進了保溫杯，就從飲料變成了培養基。林口長庚臨床毒物科的林中英醫師講過，關鍵豆漿、牛奶這類飲品糖分很高，蛋白質含量也高，剛好是微生物最喜歡的營養來源，所以建議盡快喝完。那有人要問了，我裝的是冰的鮮奶，保溫杯不是也能保冷嗎？這個問題問得好，答案是可以，但是有條件。保冷的前提是杯子本身要先夠冷，飲料一開始要夠冰，而且中途不能一直開蓋。你每開一次蓋子，喝一口，外面的熱空氣就進去一批，杯子裡的溫度就往上爬一階。喝到下午，那杯所謂的冰鮮奶很可能已經是溫的了。它就這樣從冰箱區一路慢慢滑進溫泉區，滑進去之後還出不來，因為保溫杯會忠心耿耿的把那個溫度守住。還有一件更難處理的是，牛奶和豆漿裡的蛋白質會粘在內壁上，尤其是粘在杯蓋內側那些溝槽、螺紋還有硅膠圈的縫裡。你用熱水沖3遍，沖掉的是看得見的液體，沖不掉的是那層看不見的粘。這就是等於白洗的第一層意思。你洗的是杯子，可是髒的地方水根本沒沖到。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因為講到這裡，多數人會直接下一個結論，那我以後保溫杯只裝白開水就好了嘛？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一次，只裝白開水的杯子，如果只沖不刷，照樣會出事。這件事我們留到第3杯之後再說，先把第2杯倒進去。第2杯果汁跟汽水，柳丁汁、檸檬水、蜂蜜檸檬，還有夏天很多人愛的氣泡飲。這一杯的關鍵字是酸，柳丁汁的酸鹼值大概在 3.5 上下，檸檬汁更低，可以低到2出頭。汽水因為溶了2氧化碳，也是酸的。酸碰上隱形雨衣，會發生什麼事？網絡上最常見的說法是，酸會把不鏽鋼溶掉，喝下去等於慢性重金屬中毒。這句話聽起來很嚇人，但是實際的檢測數據講的是另一個版本。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做過一次測試，找了15款不鏽鋼樣本，參考歐盟以及歐洲藥品品質管理局的標準，反覆浸泡多次，看看金屬到底會不會跑出來。那份報告裡的結果是這樣的，第一次和第2次浸泡合計，有9款驗出1到3種金屬，包括鎘、
鐵、鎳，但是釋出量都沒有超過相關技術指引的要求。另外有2款到了第3次浸泡還驗得到微量的鐵、鎳或鎘，不過仍然在安全水平之內，正常使用下產生健康風險的機會很小。毒物科醫師的說法也是同一個方向，不鏽鋼材料接觸酸性物質的時候，通常不會溶出鉛、鎳、鉻這些重金屬，除非表面已經受到鏽蝕。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既然酸沒有那麼可怕，那果汁跟汽水為什麼還是被列進黑名單？因為真正的問題根本不在酸，而在另外3件事。第一件事是杯子的身家，如果買到的是高錳低鎳的劣質鋼，那本來就不是304該有的配方，拿來裝果汁、裝碳酸飲料，釋出過量重金屬的機會就大得多。第二件事是刮痕，隱形雨衣最怕被刮到見底，內膽如果被鋼刷、被硬物、被冰塊撞出傷口，甚至已經出現鏽點，那酸就不是碰到雨衣，是直接碰到肉。毒物科醫師點名2種情況要趕快把杯子換掉：內膽有刮痕，還有內膽已經生鏽。第3件事也是最多人忽略的糖。果汁不只是酸，它的甜度高，碳水化合物也多。開封之後最好在30分鐘內趁新鮮喝掉，不然就要盡快放冰箱冷藏，免得微生物大量滋生而變質。換句話說，果汁進了保溫杯是酸加糖的雙重打擊，酸負責慢慢跟雨衣磨，糖負責餵飽溫泉區裡的住戶。菜市場那種現榨的柳丁汁更要注意，它沒有經過殺菌，攤位上又是常溫，本來就建議買了趕快喝掉，倒進保溫杯帶去公園坐1個上午，那杯果汁的身份就已經換了。我們常說現榨的比較天然，這句話沒錯，但天然的另一面就是它沒有任何防線，全靠時間和溫度在保護它。汽水還多一個物理問題，密閉的保溫杯裡氣體出不去，壓力一路累積，你在辦公室或公車上一轉開蓋子，那杯汽水會用噴的跟你打招呼。所以真的要裝就別裝滿。康健雜誌給過一個很好記的數字，7分滿，留一段空隙給氣體。還有一個小小的浪漫破滅，很多長輩喜歡早上泡一杯溫溫的蜂蜜檸檬帶出門，說是補充維生素 C。可惜維生素 C 本來就怕熱、怕光、怕久放，裝在一個恆溫5-6個小時的杯子裡，它撐不了那麼久。真的想補，切一片新鮮檸檬，現泡現喝，比放一個上午實在得多。順帶一提，蜂蜜檸檬同時具備了酸和糖2個條件，它剛好是這一章講的所有問題的綜合體。第3杯茶，這一杯最有台灣味，早上泡一大壺熱茶帶出門，或是下午在手搖店買一杯半糖去冰的紅茶，倒進杯子裡慢慢喝。先講大家最擔心的茶垢，杯子用久了，內壁會出現一圈褐色，有時候偏黑的膜，怎麼沖都沖不掉。很多人怕那層東西會腐蝕杯子，可就在所有人都以為茶垢是壞人的時候，這件事又反轉了。專家的說法是，茶垢是茶裡的可溶物，在杯壁上的沉積本身並沒有什麼具有腐蝕性的成分。食品級的不鏽鋼，就算在強酸裡泡上幾個小時，溶出的金屬也少之又少。甚至連保溫杯泡茶會破壞營養這件事，也有不同意見。有專家指出，茶葉經過加工乾燥，維生素本來就所剩無幾，長時間放在保溫杯裡，對咖啡因和茶多酚並沒有明顯的影響。不過另一派的觀察也不是沒有道理，茶葉長時間泡在高溫的水裡，單寧酸和茶鹼會大量釋出，味道變苦變澀，喝起來就不像茶了。那茶真正的問題是什麼？2個，第一個很簡單，含糖的茶本質上就是糖水，一杯半糖紅茶進了溫泉區，跟鮮奶沒有2樣，一樣是在餵細菌。第2個問題才是重點，而且它剛好回答了前面那句，只裝白開水也會出事。茶垢雖然不腐蝕杯子，卻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地基。原本光滑的內壁鋪上一層粗粗的沉積之後，細菌就有地方抓，有地方躲了。接下來就輪到這一集的第2個綽號登場，菌菌公寓。它的學名叫做生物膜，英文是 biofilm， 指的是微生物分泌出來的粘液聚在物體表面形成的一層薄膜。手指摸過去那個滑滑的觸感就是它。生物膜不是一群散兵游泳，
它是一個有屋頂的社區，粘液把細菌整片包住，熱水沖不進去，洗碗巾不刷也進不去。菌菌公寓是怎麼蓋起來的？大概分成4個階段，先是幾隻細菌落腳在粗糙的表面上，抓住不走，接着它們開始分泌粘液，把自己粘牢，也順便粘住路過的同伴。然後這個社區愈長愈厚，形成一層我們用手指才摸得出來的滑膜。最後當它厚到一個程度，就會有一小塊一小塊脫落，跟着水一起被我們喝下去。那一口喝下去的不是幾隻細菌，是一整塊已經蓋好的公寓。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明明每天都用同一隻杯子裝白開水，卻常常覺得腸胃怪怪的。還有一個關鍵，菌菌公寓最愛的見地就是刮痕和茶垢。光滑的不鏽鋼表面，它們其實很難站穩。這也是為什麼前面講的刮痕同時是2件事的入口。醫師的說法很直接，沒有確實清洗的保溫杯，形成生物膜之後的細菌量幾乎比一般家用的馬桶坐墊還多。裡面若有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這類致病菌，一旦污染了水質，就可能引起急性腸胃炎。如果覺得這句話太抽象，那有一組數字可以參考。國外一個叫做 Water Filter Guru 的團隊，把日常使用的重複性水瓶採樣送到專業實驗室檢驗，測出來的平均值是2080萬 CFU 的革蘭氏陰性菌。最髒的是哪一種蓋子？答案可能會讓很多人默默看一眼自己的杯子。吸管式和旋轉式的蓋子最高，來到3000萬 CFU， 而同一份檢測裡，馬桶座的數字是515 CFU， 兩邊一除，大約是4萬倍。他們驗出來的主要是革蘭氏陰性桿菌和桿菌屬，前者包括大腸桿菌、克雷伯氏菌這類可能造成比較嚴重的感染，後者吃下肚容易出現噁心、嘔吐、腹瀉這些腸胃症狀。研究團隊給的建議也很樸素，這種瓶子至少每天用肥皂水洗一次，每個星期消毒一次。講到這裡，我們得停下來講一段公道話，因為網絡上關於保溫杯的說法，其實有一半是被誇大的。第一，保溫杯裝酸的東西會重金屬中毒，這句話講得太滿。食藥署的立場很明白，正常使用情形下的不鏽鋼不會因為冷熱溫度或酸鹼值就溶出有害物質。第二，很多長輩擔心的保溫杯不能裝中藥也被放大了，並不是所有中藥都含有酸性物質，而且品質良好，表面沒有磨損的不鏽鋼，抗腐蝕性相當高。裝中藥實際上最常見的困擾是顏色沾附、氣味殘留、不好清洗，而不是健康疑慮。第三，碳酸飲料的弱酸本身不會傷害不鏽鋼，真正要小心的是氣體累積跟開蓋噴濺，所以留空隙比不裝更實際。網絡上偶爾也會流傳一些用同一隻杯子10幾年，結果重金屬中毒的極端個案。這類轉傳訊息通常缺乏完整的檢測資料，我們不拿它來嚇人，但它提醒的方向是對的。問題出在杯子的狀況和使用年限，而不是不鏽鋼這個材質本身。再來是身體的部分，這一段請特別記住，如果喝了在保溫杯裡放很久的奶類、果汁或含糖茶之後，出現持續腹瀉、嘔吐、發燒或腹部絞痛，不要覺得忍一忍就過去了。尤其是65歲以上的長輩，有慢性病，正在服用免疫抑制藥物，或是本來腎功能就要顧的人，上吐下瀉造成的脫水風險比年輕人高很多。這種時候該做的是就醫，而不是先灌一瓶運動飲料硬撐。補水這件事也要講清楚，上吐下瀉的時候補的不是只有水，還有電解質。藥局買得到的口服電解質補充液比一般含糖飲料合適，但如果吐到連水都喝不下去，或是尿量明顯變少，站起來會頭暈，那就不是在家補水能解決的，直接去看診比較安全。台灣的健保門診很方便，這種時候不用替自己省那一趟。如果你是長期反覆的腸胃不舒服，那更不要自己一口咬定是杯子的問題，原因可能有很多種，建議把症狀的頻率、時間和飲食內容記錄下來，帶着記錄跟你的醫師討論。也要說一句實在話，把杯子洗乾淨，把裝法改對，是把不必要的風險拿掉，不是治療，也不會讓身上原有的毛病自己消失。
身體本來就有的狀況，還是要交給專業去看。我們做這件事的心情，比較像是把家裡的門鎖換好，換了鎖不代表從此天下太平，但至少少了一個不必要的破口，一個天天入口的東西，值得我們花這2分鐘。還有一個安全提醒是關於清潔的。譚敦慈提過，不是所有的保溫瓶都適合用過碳酸鈉這類比較強的清潔方式。有些瓶子為了減輕重量，內膽是塗層式的，並不是整隻都用不鏽鋼做的，用太強的方法反而會傷到它。好，3杯都倒完了，實驗也做完了，就在我們準備把桌上那隻杯子丟進回收桶的時候，事情又反轉了最後一次。因為把3杯的結果攤開來看，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從頭到尾把人弄到不舒服的，從來不是不鏽鋼，是牛奶裡的蛋白質，是果汁裡的糖，是半糖紅茶裡的甜，再加上時間，加上恆溫，加上一個從來沒被拆開來刷過的杯蓋。不鏽鋼其實一直很盡責，它的隱形雨衣擋住了酸，也擋住了熱，只要我們不去刮它，不讓它生鏽，它可以安安穩穩服役很多年。所以這堂化學課真正的結論是，保溫杯很安全，錯的是裝法。那標題那句等於白洗到底是什麼意思？不是叫我們別洗，剛好相反，它的意思是在錯誤的裝法之下，昨天晚上那3遍熱水對付不了3個東西，粘在螺紋裡的蛋白質，卡在硅膠圈縫裡的糖，還有已經蓋好屋頂的君君公寓。我們以為自己洗完了，其實我們只是把水換掉了。而這3種飲料也不是絕對不能碰，它們的問題從來不是碰到不鏽鋼，是在不鏽鋼裡放太久。我們把3杯的判決再念一次：鮮奶和豆漿敗在蛋白質加恆溫，2小時是底線；果汁和汽水敗在酸加糖，再加上一個可能被刮傷的內膽；含糖的茶敗在糖水本身，還有茶垢替君君公寓打好的地基。3杯的共同被告只有2位，時間，還有那個沒被拆開來刷過的杯蓋。那到底要怎麼裝，怎麼洗？我們把它整理成幾條，都是明天早上就可以開始做的。先講裝的。第1條，日常以白開水為主。譚敦慈自己的做法是保溫瓶只裝白開水，偶爾裝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這是最省事也最不容易出錯的用法。第2條，如果就是想裝奶、豆漿、含糖茶或果汁，那就替自己設一個2小時的鬧鐘，喝完立刻沖洗，不要讓它在杯子裡過夜。夏天室溫超過32度的時候，這個時間要縮短到1小時。第3條，碳酸飲料真的要裝就別裝滿，7分滿留一段空隙，開蓋之前先把杯子立正，慢慢轉開。第4條，裝之前先讓杯子暖身，要裝熱的先用熱水溫一下杯子再倒，要裝冰的先用冰水冰一下，這樣不但保溫保冷的時間拉長，飲料停留在溫泉區的那段路也會變短。第5條，別把冰塊硬塞進去撞，硬物在裡面滾來滾去，最容易在內膽上留下刮痕，而刮痕才是重金屬那件事真正的入口。再來講洗的這一段才是重點。第一，每天洗，而且內膽和杯蓋都要洗。林口長庚毒物科的嚴宗海醫師說過，如果是每天清洗，其實不用另外加洗碗精或小蘇打，關鍵在刷，不在泡。第二，你知道最髒的地方是哪裡嗎？不是杯底，是杯蓋。那個旋轉的螺紋，那圈拆得下來的硅膠墊圈，還有吸管孔的內壁，都是水沖不到，刷子也不一定進得去的死角。杯蓋要拆開來洗，硅膠圈要拿下來。拿下來的那一刻，你就會懂了。前面那份檢測也剛好呼應這件事。最髒的2種蓋子，一種是吸管式，一種是旋轉式，都是構造複雜、縫多、拆不乾淨的類型。所以買杯子的時候，除了看保溫幾小時，更要看一件事，這個蓋子拆不拆得開，拆不開、洗不到的設計，再貴都是給自己找麻煩。反過來說，一個構造單純、螺紋少、硅膠圈拆得下來的杯子，才是真正好照顧的杯子。第3，洗完不要馬上蓋起來。譚敦慈特別提醒過這一點，一定要徹底瀝乾，倒扣晾着，洗完就蓋回去，等於幫細菌留了一個潮濕的房間。第4，不用怕刷壞保護層。譚敦慈直言，
內層保護膜沒有那麼容易破，反而是沒有刷乾淨，杯子裡長菌的問題更大。當然，鋼刷還是別用，一支軟毛的長柄刷最實在。第五，有異味、有茶垢的時候再出重手。溫水加1到2茶匙小蘇打粉，靜置1個小時再刷，或是白醋和水以1:1調開，靜置30分鐘再刷洗，水垢和味道都會好很多。但是記得前面那個提醒，塗層式的內膽不要用太強的清潔方式。第六，硅膠圈是耗材，長時間使用的硅膠圈會老化，會積菌，建議每3到6個月換一次新的。原廠通常買得到，5金行有時候也找得到。第七，杯子本身也有壽命，出現這幾種狀況就換掉。內膽有明顯刮痕，有鏽點，杯身摔到凹陷變形，保溫效果比以前差很多，或是認真刷過還是有洗不掉的味道。食藥署那句話值得再說一次，器皿生鏽或缺損的時候就不要再用了。最後補一個很多人漏掉的小動作，早上出門前再用熱水把杯子沖一遍。昨天晚上刷得再乾淨，杯子放了一夜，杯口和螺紋還是會沾到空氣裡的東西。出門前那30秒等於幫這一天重新開機。還有晾乾的方式，倒扣在瀝水架上，讓空氣能從杯口進去對流，比直接扣在平面上好很多。杯蓋要跟杯身分開放，硅膠圈要拆下來單獨晾。這些動作聽起來瑣碎，可是加起來一天不到2分鐘，跟一次腸胃炎比起來，這筆賬怎麼算都划算。現在我們回到那只杯子，它就放在桌上，蓋子開着，倒扣在一塊乾布上，剛剛刷過的內壁還留着一點水光，硅膠圈拆下來擺在旁邊，等它自己乾。明天早上它還是要跟我們一起出門，也許是去公園走一走，也許是去市場買菜，也許只是放在桌角陪我們過一個上午。不一樣的地方是，明天倒進去的是白開水。真的很想喝那杯熱奶茶的話，我們就在早餐店坐下來，慢慢喝完再走。那股悶了一整天的味道，其實從來不是杯子的錯，它只是很忠心的把我們交給它的東西原封不動的保存了一整天。明天開始，我們就交給它一點比較好照顧的東西吧。